这是我的疏忽。更残酷的战斗就要来了。报告，进来。将军。将军，派去虎头山的特别小分队遭到重伤，已确定86军的兵工厂的正确位置。 被我们从泗水县城赶出来的独立团现在在什么位置？太行交东北线。派第3步兵支队封锁北线，防止他们增援。嘿，预定明晨的进攻计划，现在马上启动。我们还没有地形图。强攻。嘿，亲自指挥。你现在要进城，情况不明，太危险了。等我们攻下来，你再去吧。 中国人教育我们：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嘿，弟兄们，加把劲儿啊！保卫兵工厂，赶紧把工事修起来。连长，连长，连长，不好了！中原部队受到突击，正在沿淮路口跟鬼子激战。他们过来了，他们要求在失守之前，将兵工厂军火按照原定计划就地进行隐藏。兵工厂人员要按照原先的部署，不准参与作战。苦连子，苦连子，啊，给我们安排任务吧。谭团长，你们是工人，是技师，不需要参战。苦连子，这个打侵略者怎么还分工人和军人？我到山里驻防的时候有军令，如果有战斗的话，不允许你们参战。你们是最宝贵的力量，是八路军的心脏。枪炮没了可以再造，但没有你们就什么都没有了。不是你这个，谭团长，你们不参战，但你们有更重要的任务。啊，说吧。把全部的武器藏好，需要多长时间？哦，这个枪支弹药全部要藏好的话，至少要12个小时。行，你把全连的子弹给我留足了，把手榴弹都给我留下，再给我留2门炮，我守到明天早上日出，给够你12个小时。好，苦连子，你多保重啊！哎，等等，记住，完事以后把所有该封的洞口全封死。好，好。我在这里负责弹药，你带着人呢负责埋藏武器。这个是埋藏武器各个的点，坑都已经挖好了，把伪装打开就可以了。埋藏武器的鹞子还记得吧？放心吧，谭团长，滚瓜烂熟都在脑里装着呢，千万不能大意啊！一定要严格的按照埋藏武器的鹞子执行。好，我知道了。好。部长，留我。过来。田修武，你在离山洞最近的地方隐藏起来，做最后一道防线。不打，想办法突围出去，向团部汇报情况。保证完成任务。活着啊！别死在我前头。能够。老孟啊，武器弹药藏好以后啊，有个引信帮我放在这个地方。好的，团长。引信放在哪里？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到时候是我的床。好的。老孟，你给我来一下。老孟啊，你去选一批素质好、政治条件过得硬的工人，让他们搬着铺盖卷到这个地方来，就让鬼子感觉到这个地方啊，就像我们的宿舍一样。还有。另外那一批外围的工人，把他们安排到隔壁的车间。好的，我这就去办，去吧。
命令部队进攻。
大家好，我叫横伟破，这里现在由我来接管。兵工厂，谁是负责人？我就是。贵姓？谭大名？正，什么？就是你们日本国经常地震的那个震。朕。谭先生，我知道贵国是个礼仪之邦，但是刚才您的回话好像有失礼仪呀。什么礼仪？我刚才问贵姓，按照你们的礼仪，应该回答是免贵姓谭。我刚才问大名，按照你们的礼仪，您应该回答为不大，名震。谭先生，是这样的。你们跑到别人的国家来侵略别人，这个就是你们的礼数。这是误会。我们考虑的是大东亚共荣。你们杀人、放火、夺取别人的生命，这个就是你们的共荣。谭先生，您不是也在造夺取人性命的东西吗？朋友到我们家里来了，我们备酒；敌人到我们家里来，我们拿枪。这个就是我们中国的礼仪。谭先生嘴硬啊，非此时此刻我们可以把酒谈话，但是眼下决定局势的不是靠嘴，靠实力。你现在是我们的俘虏，客气点，不吃亏。我们是工人，不是军人。你要是讲礼数的话，就应该把我们放了。你们比军人还可怕，你们造出来的武器给我们带来了多大的损失，你知道吗？你们跑到我们中国来杀人，我们找人算账的应该是找你，而不是找你的武器。你给我们造成多大的损失，你知道吗？啊？你的理由还说得过去。我给你们每一个人一次释放的机会。武器、机器在什么地方？谁先回答我，我马上释放他。其余的人，我不保他的生命安全。希望你们大家好好想一想，想通了，通知卫兵，告诉我。
战争，违反一个工兵队长86军狙击手毙职。扩大警戒范围，不能让他接近我们的山洞口。嗨，在抓到或者击毙这个人之前，部队的着装不能显示军衔标记，下级不能给上级经理。嗨，找我们的狙击手。嗨，瓦格纳有消息吗？还有，他会点3日之后再来，因他从不在郊外基地救球。藤山君，你想，世界大战的进程会因为一个人的生日而改变吗？否，马上通知瓦格纳，尽快启程。嗨，战争，从刚瓦格纳加到机构找分析局，他只按自己记录显示，他收了我们的钱吗？收了。马上通知他，尽快启程。嗨。よし、綺麗なとこだ。絶景と捕虜、なかなかの構図になるぞ。よし、そこだ。はい。ほら、二人。洗ってみろ。有想好和日本皇军汇报的，可以趁着上厕所的时候给我们汇报。汇报完之后，你们就可以出山了。同志们，日本人的话绝对不能相信，千万不能上他们的当。谁要是说出去我们武器埋藏的地点，谁就是叛徒。就是汉奸。潘厂长，您放心，没有人会叛国投敌的。这一次虎头山保卫战，全军覆没，我要求参战孔连长的不让。大家知道为什么不让吗？他们就是为了保全我们这一些人的生命和那些可以打击日本鬼子的武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武器埋藏的地点。只要有一个人说出去，我们战士的鲜血可就是白流了。对，我们要争取活下去，但不是以告密的方式。我们要继续为八路军制造武器，打击日本鬼子。我说的话，大家都记住了吧？记住了，记住了。吃饭吧。团长，隔壁车间的同志，我担心顶不顶得住了。那就听天由命吧。
有想跟皇军汇报的，可以趁着上厕所的时候说出来，说出来，你们就可以出山了。哎，小伙，你说这鬼子说话算话吗？你别这样看着我啊，我并不是要告密，我只是随便问一问。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要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愤怒的河流，这无止息地吹刮着激怒的风，和那来自离间无比温柔的黎明。假如我死了，就连我的羽毛也腐烂在这土地里。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怎么了？公园被俘了。喂，吃饭，吃饭。我让你起来吃饭，你听到没有？喂，梁总，滚！还不吃啊？佩服。据说人可以饿7天，你可千万不要吃饭，因为我想看看你的极限到底是几天。口方，我准备去孔元的部队看一看。我跟你去。你不能去，为什么？太危险了。就是因为危险，所以我才要跟你去。你听我说，去前线有可能牺牲，我不是吓唬你。现在中国遍地烽烟，哪里都可能牺牲。阿银，去前线是一个小概率事件，我没有把握。我不管你大概率还是小概率，反正我爱你就是100%。你吃鸳鸯火锅你可以不带我去，但是你要去前线救人，你必须带着我去。你能不能把我的话听清楚？去前线比做一道最难的数学题还要难，我没有胜算。就是因为你没有胜算，所以你要带我去。我是最一流的人才指数，我有最稳定的心理素质，你需要我。更重要的是，我也需要你。好了，别磨叽了，收拾东西，我们一起出发吧。
すぐ近くにいるぞ。假我已经请好了，我待会儿就去买火车票。不能坐火车，太慢，我们得坐飞机。哪有飞机啊？邮政飞机，我们坐邮政飞机去太行。人家让坐吗？不让坐，所以你去搞定。除了美人计，什么都可以。刚才谁说不带我去来着？现在知道我有用了吧？哎呀，哎呀，这马蜂比子弹厉害多了吧？啊？啊！我听不懂你说的话。杀？杀？你们能杀了我吗？啊？这可能吗？去！行了，我就不杀你们了，等着你们的人来救你们吧。他娘的，好枪啊！哦。海燕，我问你，我们上了这架飞机，你是怎么做的？反正没有美人计。我不是问你没用什么，我是问你用了什么啊？重要吗？重要。我撒了个谎。什么谎？我跟他们说，咱们俩是军统的特工，去执行暗杀任务。你这不是撒谎，那什么？是恐吓。你觉得不同吗？没有什么不同。要想把这个事情干成，一共有3个办法：一行贿，2找关系，3就是恐吓。你选择了一种最彪悍的方式，而且成功了，符合小概率事件的前提设置。我不懂你在说什么。要想把这个事情干成，一共有3个办法：一行贿，2找关系，3就是恐吓。你选择了一种最彪悍的方式，而且成功了，符合小概率事件的前提设置。我不懂你在说什么。阿银，从现在开始呢，你要打起精神，我要跟你讲一下小概率事件的制造原理。从今天开始，我们不能说错一句话，不能走错一步。
否则我们不但设置不了小概率事件，而且还会被大概率事件所吞没。明天派一支围剿小分队出去，活捉这个人。嘿，将军，我有一法可以正式赐86军狙击手。讲。一笔知道欢喜必胜，他们杀5方1人，5方击杀对方1人，连头挂上上机头，先用200副俘虏勾下去，比绝不敢轻举妄动。不能杀。做气体实验要用很多的人体标本，这些任务还不嫌够呢。这个狙击手一定要吃饭。派人，凤凰坡也要看住，有任何帮助容留者，我们也不会客气。嘿，救一个人有这么难吗？海英，如果你是一个国王，或者是一个总统，那么救一个人、找一个人，这属于大概率事件，不成功比成功还要难。但是我们俩是老百姓，想要在戒备森严的日本人手里把人给救出来，这就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小概率事件的概率到底是多少？一般来说，低于5%的事件都可以称作是小概率事件。那咱们现在是在5%以内吗？刺激。更刺激的是，这个世界上所有小概率的事情都是客观发生的，这一次我们要让它主观发生。你我救人是基数，日本人是结数，过程是无数的变数，但最终我们要实现小概率事件的这个定数，救人成功。这听起来像算卦。这比算卦还要精彩。其实要想制造小概率事件，必须要预设它的结果已经发生了，然后从结果向前去引导，才知道每一步应该去做什么。海英，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在发生小概率事件。你比如说，两个恋人相遇，这个世界上有数十亿人口，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相遇，这个概率在几百万分之一。但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相遇之后又相恋，这个概率在几千万分之一。也就是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相遇并且相恋，这个概率的指数远远低过了0.3%。它的确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是呢，它每一天都在发生。那就像咱们俩，你在磁水出生，我在北平出生，一起去德国留学，相遇相爱，然后又去日本求学，这不是小概率当中的小概率吗？没错。其实小概率事件就跟那只可怜的兔子一样，你发现没有？自从我们俩好了以后，我们往前推，每一步都是正确的。如果错过一步一点的话，那今天坐在我旁边的就不会是你。那是谁？你别胡搅蛮缠，我再打一个比喻。从现在开始呢，我们就预设孔元已经被营救成功，然后从结果向前去推，才能精确地算出每一步。爱上小概率，你还是先爱上我吧，因为只有我才能带你进入小概率世界。休もう。休もう。石田君、ありがとうな本当に。いえいえ。それより一つお願いがあるんですが。なんだ。お願いというのは実は86連長の部屋の鍵をお借りしたいんですが。石田君、俺は何言ってるかわからないが。飯谷さん、以前質問されたことですが、ずっと答えられずにいました。私は86に捕まった時、毎日あの連長に屈辱を受けていました。奴を懲らしめたいということか。はい。よし。これで奴を懲らしめてやれ。おう。しかし本当に殺してはいかんぞ。はい。
这是当地的特色吗？係。根據調查，煎蛋油糕是附近方圓百里最喜歡的食物。我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吃当地的食物，知道为什么吗？将军喜好美食，要想了解一个民族的魂，就要读他的书；了解一方水土，就要吃它的食物。这里靠山，为什么要吃千层油糕啊？清明时，这里穷，缺油水，刚好我们来了，可以替他们改善改善。那个八路军的连长还在绝食吗？绝食不吃。神经坚强，是个好的标本。我们去会会他。はい。孔连长，我还以为你是个好汉，原来是个莽夫啊！中国有句俗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怎么总想着去死呢？只要不死，就有活的希望，你说呢？不回答我，那我就告诉你真相。其实你不想死，你绝食，是因为你打了败仗，内心愧疚。其实你没有死的勇气。问题很简单，你为什么不一头撞死啊？虽然你戴着手铐就要撂，但是撞死的空间应该有啊。为什么没撞死？有种你崩了我！有种你一头撞死。你要撞不死的话，我给你吃一块千层油糕，让你有点力气。孔连长，还是吃一块吧，让自己的身体有点力气。人啊，不能掌握自己怎么生，也得能掌握自己怎么死。将军，您不是要留着他做实验吗？怎么有鼓励他死？我这叫反其道而行之，你等着瞧吧。他一定会吃那千层油饼，因为他想活着。您为何如此了解中国人？因为我读过他们的书，吃过他们的饭，走过他们的路。将军，德国方面来电。把跟他动身了。はい。
他用身体条件2条，因为只要吴方答应，必马上动身。什么条件？一，他办吴方研究完成之后，要赴香港、台湾旅行1转，费用由吴方负责。答应他。係。2，他要求给他配备之翻译必须为女性，并必须漂亮，否则无工作动力。找。係。将军，他之翻译至少懂汉语、日语都有3种，此类女性极少乎？极少要找，尽量满足他，因为他能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这就是天才的价值。係。让梅机关帮忙物色一下。左影真昭是我的同学，这件事应该可以帮忙。係，我马上跟他们联系。还有，根据史书上记载，这座山里边应该有一座古墓，派人去查一查。好的墓穴。805名壮士墓，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血战。好不找中国人问之。中国的史书上没有记载，恰在我们日本的史书上有所记载。中国明朝的时候，戚继光曾经伏击过九州的海阔将军，你知道吗？係。800壮士墓，让我时常想起我的祖上海阔将军。藤山君，跟我来。当时海阔将军的秘密地点，也是在一座山里。不料被戚继光获悉，他派3000伏兵于此，趁海阔将军露宿不备，发起进攻。卑鄙，兵不厌诈。卑鄙谈不上。海阔将军率1000人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被戚继光围杀。之后，我时常翻看史料，寻找海阔将军的踪迹。将军，我尚有一事不明，有请教。讲。据记载，中国历史光辉灿烂，各种杰出人物灿落星河，但我来中国后，却总感觉不是传说之中国。藤山君，你问得好。中国武术包含了深刻的社会哲学。中国皇朝社会一直禁武，所以中国的武术不像欧洲的搏击和日本的柔道讲究实战效果。不讲实战，那岂不为
花长说对。不要小看他们的花拳绣腿，中国武术在他们不少人当中是一种宗教，是在这个世界当中的修炼。中国武术包含了深刻的思想。子说，以退为进，借力打力，自有形而无形。子说是否可证他们法是一张高手？我认为一定有高手，只是你没有看见。係，我判練上古木注意。滕山君，抓紧时间学习汉语。你这半文半白的话，听着太别扭。係，我努力中意。活着真好，活着真好。这次战斗，特务连损失非常大，但是据日本报纸透露，山上兵工厂的同志们倒是安全的。兵工厂的一些工程师、机械师都是我们总部从美国、欧洲、日本请回来的人才。无论如何，我们要把他们从虎头山上救下来。团长，政委，当初我们选虎头山作为兵工厂，就是因为它易守难攻。我们特务连不足100人，能和横伟阔的1000人兵力周旋一夜，可想而知，何其难攻。尤其敌人还有飞机支援，所以强攻不可取。强攻不可取，有智取的办法吗？报告，起来。重庆中央大学2位老师前来求见，说是特务连连长孔元的家属。团长，你好，我叫孔方，是孔元的哥哥，这是我的未婚妻向海英。我们认识吗？不认识。那你怎么知道我是团长？在这个院子里，通过您站的位置，我来判断，您就是团长。哼。二位，你们怎么知道我们团部的位置的？团长，您别紧张，我们俩真的是老师，不是特务。是啊，团长，听我向你解释一下。我是一名数学教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数学和事件的关系。其实，找一个团部对于我来说是一道小学难度的数学题。哼，数学能算出我团部的所在地？全世界团部的相同位置参数一共有39个。那我们的参数对吗？你们团符合28个平均参数值，说明你们是一些会打仗的人。这里有我们的教员证，还有毕业证，请验明正身。
要下动手，要说话，闭嘴。孔先生，你好。是你呀，来报复我了。不，孔先生，我明白，你是怕我把你叛变的事说出去。师姐，放心，我不会说的。你走吧。谢谢。孔老师，您二位这次来是配合你们，给你们提供信息，希望能救出孔元，救出兵工厂里的人。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你们？还有你们的信息啊？你们看，1937年的时候，日本当局逮捕了孔方，并且把他驱逐出境。因为孔方做了大量的日本社会调查以及军事分析，日本认为孔方是个危险的抗日分子。有的时候，敌人的话没错。事实上，我非常熟悉日本的情况，也非常熟悉你们的对手横尾阔。这事儿我听说过，当时在营救孔方老师的时候，咱们国内有力量参与。孔老师啊，请您原谅我刚才对您二位的质疑啊。打仗的嘛是吧？无法用常态来判断一个人啊。孔先生，我觉得你说的话还是有道理的。什么话？你跟我说过，一个战士可以死，但不能死在饭上。你还说你们中国有句俗话叫不当饿死鬼，死在这就没什么机会了。最后还跟我说，当兵打仗被抓很正常，不就是当俘虏吗？有战争就会有俘虏，不是你，也是别人。你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行啊，你还把我的话真听进去了。当时我是骗你的，这些话连我自己都不信。孔先生，你不信，但我信。孔老师，我想听听您对我们在虎头山失利的看法。事实上，虎头山上的横尾阔远远超过了你们的想象。他突然袭击虎头山，用的是调虎离山之计。之前呢，他攻打太行，其实用的全是障眼法。他早就盯上了虎头山上的兵工厂。我们一直很隐蔽。1年前你们就暴露了。1年前你们开始袭击日本人控制的铁路运输线。我们那么是为了切断他们的运输供给，但是你们拿走了铁轨，如果是切断或者是破坏，炸毁即可。可是你们带走了铁轨，肯定是另有所图。按照战时的猜想，肯定是用作兵工厂的原料。猜想不一定能落实。任何猜想都可以落实。怎么落实？去年6月，你们以牺牲3名士兵为代价，换取了敌人6节铁道。再笨的人都知道，这6节铁道的战时价值远远超过了3名士兵。要不然，谁会为这些破铜烂铁去卖命？龚先生，您的话让我明白了，是，并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孔先生，对不住了。好了好了，快点下来，快点下来！你上去！おい、下に！おい、殺すんだ！俺はこいつは殺すんだ！下に君、相手は死に手だぞ。エジェンさ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気が晴れました。君のどこが文化になってんだ。前線で戦うべきだ。奴が死んだら、まったく。コースが離れよう。孔老师啊，你知道的真多啊！来，坐。
您的这些情报都是从哪儿得来的呀？报纸还有广播。任何公开的消息都隐藏着背后的秘密，只要科学的分析就能得出来。我在日本留学的时候，获取任何信息都是从公开的渠道。那孔老师，你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我们这个主要的对手？其实彭伟阔想占领虎头山上的兵工厂，并不是想破坏它，就像你们抢夺铁道，并不是为了破坏运输线一样。那他们想干什么？他们想建一个兵工厂。日本人从来不缺武器，他们制造的是化学武器。防风！来来来，二位，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吃饱了，多吃点，多吃点啊！谢谢。杨队长，你看一下，这个是1937年8月，日军呢首次使用了催泪性气体和喷嚏性气体，之后日军呢又多次的使用了毒气弹，中国守军束手无策。我们的战士不怕和敌人拼刺刀，就怕敌人使用这玩意儿。没错，这个是1938年武汉会战。日军肆无忌惮地使用了芥子气和路易斯气，这两种是什么气体啊？这两种是糜烂性气体。之后日军呢，又使用了光气，光气属于窒息性气体。这些气体均由日本陆军第6技术研究所研制，而该技术研究所的军事研究员正是横尾阔。我和海因在早稻田大学留学的时候，听过他一堂关于古今兵法的讲座。一个日本人讲古今兵法，是啊，他讲的古今兵法是我听过的最精彩的讲座之一。他了解中国远远超过了大部分人。我还记得在他的讲座里面提到了1919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弗里斯哈佛教授一段讲话：这个世界上，只要还有战争，军事学家们是不会放弃化学武器的，因为气体是杀人武器当中更高的形式，毒气无孔不入，杀人于无形，也是所有战争武器当中最不人道的一种。这个我们有过惨痛的教训。1941年宜昌攻防战，日军为了守住宜昌，大量的使用了毒气弹。根据当时国民政府向国际社会的公开通报，这一次受毒气损伤的人有2000余人，其中500多人不治身亡，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这个是日军化学战的转折点。日军会害怕谴责吗？还有威胁，来自于美国的威胁。美国已经明里暗里不断地在督促日本放弃化学武器。是啊，日本人现在减少了毒气的使用次数，但是制造和研究还在秘密地进行，因为他们想研制出来杀伤力更大的神经性毒气。孔老师，我不是质疑，我是好奇。如果日本人要研究神经性毒气的话，那么在日军内部，它都应该是最高机密。那您是怎么知道的呢？从1941年到1942年，我所能看到的5种
日本学术刊物里关于神经和气体的论文46篇，占全论文总数的34.8%。请注意，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按照孔方的统计，日本其他的一些学术论文，比如说像自然科学、数学以及哲学等等，只占总论文数的65.2%。你们想一想，为什么这么多科学家、教授都在研究气体和神经的关系，而且形成了一种风气？这后面肯定有一个秘密。其实他们写的这些论文都是一些泡沫，可是我们根据这些泡沫就可以看出来，日本的有些部门正在竭尽全力的研究和制造神经性毒气。看来这些事物之间都是有必然联系的。没错，日本人在东北、华东建立了野战化学部队，也有相应的化学兵工厂。横尾阔的136旅团就是安插在太行的一支化学部队。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他在攻打虎头山的时候用的也是化学武器。何以见得？